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我现在在江苏苏州。今天带大家探访一座位于苏州太湖水系上的湖中小岛。这座岛的面积仅为一座足球场大小，叫做福庙墩，上面还生活着15户人家，非常的古朴原生态。这也是我在太湖上走过最小的岛屿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村子里面看一看。镜头前面就是我们要找的这座小岛了。很少有人知道，就算是苏州本地的朋友也很少听闻吧，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景区，但后面呢会跟着这座湖泊一起打造一个休闲旅游度假区。在进村子之前呢，我们还是先通过航拍，更加直观的能够看到这一块的地形以及环境。这座岛的确是四面环水的，不过中间有一座桥梁呢，是连接到陆地的，它与旁边的村子都是叫做福庙墩，而岛上只有15户人家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座小岛从空中俯瞰，它的地形特别像是一个心形呢，也像是一个桃子，一个元宝。岛上还有一座庙，有一个传说。而最神奇的是，这座小岛还会随着太湖的水位发生着升降的变化。这里属于是苏州吴中区的光福镇，濒临太湖，环境十分优美，空气清新，高负氧离子，也是天然氧吧呀。一条水道之隔，前面就是太湖了。这里也是太湖水系，叫做西烟湖或下烟湖。这一处白色的建筑呢，也是岛上最高的房子。直观上看，它像是一家民宿、别墅大院呀，也占据着岛上最优越的位置。等会儿呢，我们上岛的时候再详细的看一看。我们向前走，通过一座桥就可以到达村子了。还可以看出，在村口处有建设类似于古建筑的廊道，有2位大爷坐在这里乘凉呢。在村口处还有一口古井。在以前他们都是吃这里的井水的，现在都通上了自来水嘛，不过还是有正常使用的。村子里面的建筑全部都是白墙灰瓦，白墙灰瓦呢也是苏州民居的代表，以及江南水乡给人的第一印象，都是统一粉刷的。我们继续往村子内部走，在前面还可以看到树下面有一些供人锻炼的体育器材，可以看出村子在这些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。这里也是可以开车过来的，因为有桥嘛。虽然说村子里只有10几户人家居住了，但建设的还有公共厕所呢，不敢相信吧？看起来环境还不错呢，只不过就是锁着门了，没有开放。这一栋建筑呢，也有一些年头了。门口有2棵梧桐树，梧桐树树干都已经被锯下来了。门口晒的有柴火，整齐的码放在一起呀，看得出做事比较细心。我们还看到前面有一位大爷正在砍柴呢。这位大爷现在正锯树根呢，应该是要把这一个树根给它分成好多个小块，以后用来烧火做饭。刚刚我还试着和大爷进行沟通打招呼，可能年纪大了一些吧，听力有一些不太好了，没有回应我，正在专心的工作着呢。后面呢就是大爷家的房子了，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吧。然后我后面又进入到大爷屋里面，发现挺让人震撼的，待会儿我们再说一说。它的门口呢已经堆了很多的柴火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吧，大爷屋子里面也堆放了挺多的柴火，还有一辆脚踏的3轮车，有冰箱，用的是土灶，土灶做出来的饭比较香，在农村的朋友都知道。而这里的堂屋和厨房呢并没有隔墙，在村子里其他的住家户我看到是同样的布局。为什么说有一些震撼呢？我们进这一间屋子看一看，这里面存放的全部都是烧火用的柴火，
每一捆都码放的特别的整齐。刚刚我也没有看到大爷家里还有其他人，就算有，我觉得也很难能烧得了这么多的柴火。而更让人佩服的是大爷做事的谨慎性和细心。养的还有土鸡呢，有公鸡也有母鸡。不过公鸡见到生人啊，它还会发威呢。小的时候我还比较怕这个公鸡。而农村的土鸡啊，也比在超市里面买到的饲料鸡强太多了。大家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农作物的？我们老家也有种豌豆，用来烧稀饭、炒菜都比较好。为什么要来到这种地方呢？其实现在我更加向往的是到全国的农村去走一走，体验乡村风光、乡村风景。因为本身我也是农村出来的，大城市里的繁华也见得太多了，见多了之后也免得有一些浮躁。平时我们在城市里面上班也好，旅游也好，到哪都是看人头，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，景区里面全部都是人头，都不是旅游了，那简直就是看人呀。来到农村里面，尤其是像这样环境好又有古朴原生态气息的农村，既是一种旅游，也是一种散心，给自己生活上或工作上缓解一些压力。这种清幽静谧的地方呢，也就适合修身养性，到老了也比较宜居的地方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家住户呢，在他的院子里啊，也有一口古井。这口古井明显就是还有在使用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这里啊有一个水台，还有一个打水的桶，桶里还有水呢。大爷在旁边整理菜地呢，我们看一下他家里面。在门口看一下就行了，非常的简单朴素。在湖边有一些住家户啊，围着网养着鸭子，这也是农村真正原生态的土鸭呀。大家有没有认识这是什么树种呀？开的花朵还挺漂亮的，风吹着随风飘动，像跳舞一样。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。那么这里啊，就是刚刚我们通过航拍看到村子最南端的一处民宿了。它真的是一处民宿啊！刚刚我有过去询问，不过今天他们没有对外营业啊，他家里面来了客人。我们从这里看过去，对面有一座塔，这座塔呢就是光福古镇那边，叫做铜观音寺。接下来我们会讲到开头所说的。这座小岛会随着太湖的水位进行升降的变化，它的变化最主要就是体现在岛的南端。我们可以看到岛的南部这些房子基本上都已经荒废了，都搬到了岛的北面去居住了，因为南边地势比较低一点，一旦太湖的水位上升，这里都是要被淹的。刚刚我也询问了一位大爷，他还和我说，去年的时候这里就已经被淹过了。这些房子就这样荒废着，看着还是比较可惜的。都是一线的湖景房呀，打开窗户就能够看到美丽的湖光山色。而如果是开发商搞一些楼盘，那要卖多少钱呢？看一看太湖里的水质，这个季节风大。岛上还有一座庙，叫做福庙墩禅院。就在旁边50米了，我们就不过去了，也是长时间没有人打理了。我们看到这里的房子啊，只剩下地基了，还长满了杂草，居然还有公共厕所呢，这里对卫生还是比较讲究的。走在这里，聆听鸟儿鸣叫，赏闻树木花香，观湖光山色，让人心旷神怡呀。尤其是吹着湖风，在这里走一走，坐一坐，感觉都非常的优美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，就是之前村民在这里洗衣服、洗菜呀，包括停放渔船的地方。现在太湖已经是10年禁捕了，
在这边看到了一位大姐在自家的院子里带着小朋友，还停放着一辆电瓶车。她家的院子不得不说打理的是真的非常的干净整洁，还种了很多的盆花盆栽。院子中间还搭了一个类似于休息室的地方，尤其是她家里面啊还养的有鹦鹉，旁边还有一只我不知道是什么鸟。看得出主人还是非常文艺，也很细心的。他家是一座2间2层的楼房，就在湖边，位置也是十分优越的。旁边呢是他家的老房子，老房子已经不住人了，同样是在湖边。这里的村民看起来经济还是挺可以的，以前他们应该都是以捕鱼为生的，毕竟靠着太湖嘛，靠湖吃湖，靠山吃山。啊，真不敢相信，我第一次听到鹦鹉说话呀！你好，我喜欢。他刚刚说的那句是什么？喜欢。我喜欢。哦，喜欢你啊！我喜欢。他又说了。你好。你好。我喜欢。说的还像是方言呢。第一次过来就已经被这里清幽静谧、古朴原生态的气息所深深吸引，无人打扰，更很少人知道。我们见多了大城市里的繁华，也不免被紧张急促的生活压得有些焦躁。有时间来到这个地方，将对你的心情和心态都是一种缓解。那么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可以说真的是如世外桃源一般。